好了，啊，那么在之前的内容里面呢，我们简单的对于我们的 TCP/IP 的这个协议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 OSI 的协议站做了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说明啊，那么也就是网络基础里边的一个部分。那么我们在说完所有的网络基础以后，啊，我们说这一部分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集中在了哪儿呢？集中在了 IP 地址的划分和 IP 地址的计算这个问题上。所以说，在这儿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有一个练习啊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P 地址的划分和 IP 地址的这个子网的规划到底是如何来计算和规划的。我们来有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个，来说明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么在我们这儿啊，我们首先来看。我们来用一个电子表格来完成一个这个描述啊，我们把这个字体稍微放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假设呢，某公司啊得到了一个200.1.2.0/24的网段地址啊，这个公司很有钱了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说过了，这个公司很有钱了，它可以得到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，得到了这样一段 IP 地址。那么得到了这样一段 IP 地址以后啊，我们来看这个公司内部有5个部门啊，这个公司内部有5个部门，然后每个部门对于 IP 地址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假设5个部门叫 A 到E 啊 ，A B C D E 5个部门，那么每个部门对于地址的需求量不一样。每个部门对于地址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下面来看需求。首先 ，A 部门它要求55个 IP 地址，就是说 A 部门其实它有55个，我们叫做终端吧，或者叫做 PC。啊，这个部门比较大啊，50多个 PC， 然后 B 部门它需要多少呢？它需要30个 PC， 然后 C 部门它需要多少？它需要15个 PC， 然后 D 部门它需要6个 PC，E 部门它需要3个 PC。 好，一共呢就是这么多 PC 啊，一共就是这些。当然你作为一个管理员，你还要考虑到就是你的设备之间的互联啊，你还要考虑到你的设备之间的互联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暂且不考虑那些，我们先来考虑一共分了这么5个部门，每个部门有这么多个 PC， 很显然是不是每一个 PC 都应该有一个 IP 地址啊？我们的 IP 地址就从200.1.2.0/24这个网段内来获取，要求大家将这个网段子网化，然后分配给每一个部门，啊，然后后面我们来看要求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要求每个部门属于一个子网。啊，就是地址子网化以后，每个部门一个子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，就比我们之前在 IP 报文和 IP 的计算的过程中得到的那个要复杂的多了。我们之前啊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我们之前说有一个公司20个子网，每个子网里面5个主机，然后我们是怎么去计算的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。要求5个部门，也就是说5个子网，那么每个子网里面多少个主机呢？不一定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网络或者说我们的子网 IP 应该如何去计算呢？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要满足的是多少个子网还是多少个 PC 呢？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要首先满足的是PC 或者叫做终端的个数
那么我们的原则是按照最多的那个 PC 先去满足啊，先去满足需求量最大的那个子网。那么在 ABCDE 啊，这个我们已经排好顺序了，对吧？就是 ABCDE 子网的需求，主基数的需求是越来越少的。那么 OK， 我们首先来满足 A， 我们首先来满足 A 这个部门。对于 A 这个部门来说，要求55个 PC， 有55个地址。那么对于这55个地址来说，我们需要多大的一个子网来完成这55个 PC 的通信呢？注意，在这儿我们要说2的 n 次方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2的 n 次方等于多少能够满足55呢？在这儿我们应该算到是我们应该是2的n 次方。那么这个 n 应该是多少呢？如果是2的4次方，2的4次方等于16啊，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可以写了等于2的4次方个，那么是16个，16个满足不了，55呢？那么好，不对，我们再改，我们改成2的6次方，64。说5次方行不行呢？2的5次方是32，不满足55的，所以说必须是2的6次方啊。这个慢慢的呢，大家会把它记住，就是2的0次方啊，任何数的0次方都等于1，然后2的1次方、2次方、3次方，一直到8次方啊，大家都慢慢的会把它记住，这个不用担心去死记硬背，用的多了自己就记住了。好，64刚好可以满足55个 PC，OK， 完事儿了。由于它的子网位啊，或者说主机位，它的主机位呢使用了6次方啊，也就是说是6个。那么它的网络位还剩多少呢？它的网络位还剩2个比特，一共就8个比特嘛，对吧？这个24啊，它是一个斜杠24的，它的主机位一共是8个比特。那么我借用2个比特作为网络位，这6个比特作为主机位，所以说它的 IP 地址应该是 200.1.2.0， 然后注意它是斜杠多少呢？借用了2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啊，借用2个比特位作为网络位，那么它的这个地方应该写斜杠26，就是24加2嘛。2个比特位嘛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写26。好，这是这段地址。但是对于这段地址来说，我们要写出什么呢？我们要写出它的2进制值啊，就是前面的 200.1.2， 这个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写了，我们只写后边的这8个比特的2进制值。那么这8个比特的2进制是0 0 0 0 0 0 0 0。好，我们把这8个缩小一下。好，少一个。我们再将它进一步的缩小一点。没有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后8个比特就是这样的，00000000。那么这2个比特位其实已经现在是网络位了啊，我们把它填一个颜色。好，这2个比特位是网络位，那么这些呢是主机位，我们换另外一个颜色，比如说我们换一个这个颜色吧。好，这个颜色表示网络位，这个颜色表示主机位。OK， 那么这个就做完了啊，这段就做完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对于它的问题解决了以后，啊，那么对于 B 部门是剩下的一个最大需求量了，它是30个 PC， 那么它应该是2的多少次方呢？首先我们来说2的5次方刚好等于32，看起来是够的，但是要注意每一个子网里边都是要求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子网里面可用网络是2的 n 次方，然后我们要减掉2个的
等于它啊减掉2个的，也就是说你的可用主基数是62，不是64个。啊，它是62，这是可用数。那么对于这个来说，也是前面的那个格减掉2个，所以说它的可用主基数是30个，哎，正好对应30个 PC， 看起来是合适的。但是，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，很有可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是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这样，我们在 PC 的配置的时候啊，我们随便去看一个这个网络的配置。好，我们来打开这个网络配置，然后呢，我们看更改适配器的配置。其实你在任何一个这个 IP 地址啊，或者说网卡上面啊，我们都会看到你要有一个 IP 地址，有一个子网，然后有一个默认网关。啊，我这个网络特殊，它没有配置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活跃的网络啊，我们来看一个活跃的网络。那么我现在呢，这个无线网络应该是连接着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要有一个 IP 地址，有一个子网掩码，然后要有一个 IP 的默认网关。那么对于网关来说，必须和你的 IP 地址处在同一个 IP 子网。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里边，30个 PC， 每个 PC 一个主机，一个 IP 地址，那么你的网关地址怎么办？每个设备都会有网关地址的，那你的网关地址必须跟你在同一个网络里面。所以说，如果有30个 PC 的话，你这30个可用地址刚好差了一个网关地址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，为了给自己留出一定的余量啊，也为了能够配上那个网关，这个地方你必须依然写2的6次方，也就是64。那么你可用数62。减掉30个主机，然后剩下的网关还有至少有1个，当然还可以考虑到整个这个部门啊，它最多可以扩充到至少是61个人吧，因为有一个要拿掉网关的话，还剩61了。好，那么它的 IP 地址是多少呢？它最终的 IP 地址是200.1.2. 如果还写0，那么这个事儿就又出问题了，跟上面那个地址就重复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怎么办？在这儿，我们先不去算它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粘过来，然后纯数值 ，OK。那么刚才这一段啊，这6个是主机位，这2个是网络位。那么对于下面这个来说，依然是2的6次方，看到这儿啊，2的6次方，所以说，那么它依然应该是前2位，后6个是主机位，没问题，后6个依然是主机位，没问题。那么前2个应该是网络位，那么它俩由于要求是不同的子网，上边写的是00，所以下边必须要写01。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？我们拿计算器算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点开2进制01000000，十进制，这个值是64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你要填写的是64斜杠26。好，那么看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填充另外一个颜色，就是它是网络位。这是网络位，后面的是主机位，主机位全0，代表的是本网段。那么网络位是不一样的啊，或者说子网位是不一样的，说明它们2个是不同的子网。好了，这2个都写完了。那么再往下看第3个 C 啊，再往下看 C 部门15个 PC 啊，剩下的3个里面只有它最多了，所以我们来满足它的要求，15个 PC，2的多少次方是15呢？或者说大于15呢？4次方等于16，但是注意可用数值要减掉2个是14，你还不如刚才那个写30呢。你现在你只能有14个可配置的，它要求15个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写2的5次方个。那么你的可用数量是30，15个 PC 加上1个网关，16个地址也是够用的。好了，注意这个变成2的5次方个了。
那么 OK， 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把这个全都粘上去吧。好，我们先把它都填过来。那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啊，你是以2的5次方的形式出现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后边的5个比特作为了，哎，还不是这个颜色。好，你后边的这5个颜色，5个比特作为了网络位。那么前边的3个就是后面的5个比特是主机位说错了，是主机位，前面的呢是网络位 ，OK， 前边的是网络位。那么你的网络位要怎么写？注意，刚才前2位是00和01都用过了，那么你现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再写00或者是01了，你这个地方的下一步就是10，对吧？前2位必须不一样嘛，有00了，有01了，那么你必须是10。由于你的第3个比特也做成了网络位，所以说第3个比特我们可以让它是0。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？这个值是128。好，我们来算一下，10000000，十进制，这个值是128所以说你的这个地址是200.1.2.128，然后斜杠，注意27，是前边的24个比特加上这3个比特的网络位，一共是27个比特。好，说完这个，我们再依此类推往下说，这个是6个 PC。如果说，那么你这个这个是它自动减了2前面的默认是0。2的几次方呢？你这是2的几次方呢？如果是4次方如果是3次方，3是3次方。好，如果是2的3次方，那么是8个，可用数量是6个，但是依然没有网关的这个位置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依然要写2的4次方，14个。那么2的4次方个了，那么你就是后边的这个4个比特为主机位，那么前边的4个比特呢就为网络位。那么前边的4个比特为网络位，原来是1000，那么这一位你不能取0了，你只能取1了那么你看100，这个是101，这2个是可以区分得开了。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？这个值是我计算器10100000160，所以说在这儿你的 IP， 你这一组的 IP 地址应该是200.1.2.160，然后斜杠多少？4个比特，所以是24加4，28。最后一个3个 PC， 那么我们2的多少次方呢？2的平方是4，那只有2个不行，所以说只能是2的3次方，可以有6个地址用。那么3个 PC 加1个网关，这才4个，肯定是够用的。那么既然是2的3次方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后面3个比特是网络位，前边的5个比特是后面3个比特是主机位，后边3个比特是主机位，前边的5个比特是网络位。那么这个地方依然是101，这个地方要改成1了。看这一位前面3个可以一样跟上面，但是这一位必须不一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们是不同的网段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？1011000，十进制176。所以说它的这个网段是200.1.2.176，然后斜杠24加上5个网络位29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画出来的，给这个斜杠24的子网分成了5个部分，每一个子网里边分别是
怎么样的 IP 地址。注意，在这样的划分完了以后，26、26、27、28、29，你的子网掩码是不一样的长度的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叫做变长子网掩码。好了，这个对于 IP 地址我们就说到这。好了，这